统一天下，其实不是一场战争，而是一场长达100年的计划。很多人对历史有一个错觉，秦始皇一上台就开始疯狂打仗，最后统一中国。但如果你真的翻开战国史，你会发现一件很残酷的事：六国的灭亡，早在秦始皇出生前就已经被写进结局。秦始皇只是那个按下最后执行键的人。真正可怕的不是一位君主的野心，而是一个国家把战争变成制度，把扩张变成日常。秦国的特殊之处不在于文化，不在于血统，而在于它是战国唯一一个把改革做到底的国家。商鞅变法的真正本质，商鞅变法从来不只是法律变严，他做了3件颠覆时代的事：军功制，杀敌不是荣耀，是升官、分地、翻身的唯一管道；连坐法，一个人不服从，全家一起倒霉。国家直接控制人民，不再靠贵族，而是靠官僚与法令。结果是什么？秦国的每一个平民都是潜在士兵，每一次战争都是全民动员。当别国还在讨论仁义道德，秦国已经在计算杀一个敌人能换多少土地。在辽秦灭六国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何谓商鞅变法。很多人听过商鞅3个字，脑中浮现的是严刑峻法、告密、连坐，甚至觉得他就是把秦国变成军事机器的狠人。但问题是，商鞅变法到底改了什么味？什么秦国能靠他一路变强，最后统一六国？今天用最清楚的方式带你一次搞懂。商鞅，战国时代的人，出生在魏国，属于那种懂政治、懂管理、懂制度的改革型人才。当时的秦国其实不是你想象的那个必胜强国。秦在西边，文化被中原诸侯看不起，内部贵族势力盘根错节，国力也谈不上压倒性。秦孝公上台后喊出一句很关键的口号：求贤以强国。我不管你是哪里来的，只要能让秦国变强，我就用你。商鞅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入秦国，目标只有一个：把秦国从靠贵族人情在运转的国家改造成靠制度与军功在运转的国家。你想象一下，一个国家如果出现这些问题，会怎样？1. 贵族世袭，你出生好就永远有，全出生一般就永远没机会。2. 打仗没效率，有人上战场拼命，有人躲在后方靠关系领功。3. 农业生产不稳，国家养不起，军队战争打不久。4. 法律不统一，每个地方每个贵族都有自己的一套规矩，国家命令下不去。商鞅看得很清楚，秦要变强，不是多几个英雄，而是要让普通人有诱因去耕战，让贵族没办法用特权躺平。所以商鞅变法的核心可以浓缩成8个字：以法治国，以公定决，立法与法治，法律高于贵族。商鞅最狠的一刀是把规则从贵族手上抢回国家手上。他推行民法，
法律写清楚、公开，谁都要遵守。重点不是法律温不温柔，而是法律可预测、可执行，人人一致。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以前是看你是多，以后是看你做了什么。这会直接打击贵族，因为贵族的优势本来就是我爸是谁，军功爵制，打仗立功就能翻身。商鞅推行军功爵制，只要你在战场上立功，就能得到爵位、土地、赏赐，甚至改变家族命运。这等于把社会的上升通道打开，不是靠血统，而是靠攻击。结果是什么？秦国士兵打仗会更拼，因为拼命等于升旗。而贵族如果不立功，就没有以前那种躺着也有地位的爽日子。重农抑商，先把国家养得起，再谈其他。商鞅很务实，战国是生存竞赛，你要打仗得先有粮，所以他强调重农，鼓励耕作，提高农业产出，同时对商业和游手好闲的行为不鼓励，因为那会分散人力。你可以把它看成一种国家策略，把资源集中在能立刻提升战争能力的地方，编户籍，民家连坐，把社会变成可管理的系统，编户齐民。意思是把人民登记在户籍之中，按户按里管理。国家要治兵治税都能精准执行。同时他推行连坐，同一肘击，同一家庭或同一礼，如果有人犯法，其他人可能也要负责。这招很争议，但它的功能非常明确，让社会自我监督，降低国家治理成本。用白话说就是，以前抓坏人靠官府跑断腿，现在是大家怕被牵连，会主动约束彼此，废井田，开阡陌，土地能买卖，能私有，生产力就爆发。传统制度下，土地限制多，人民动力弱。商鞅推动土地制度更灵活，让努力的人可以扩张土地，让生产力上升。一旦粮食上升，军队就能扩张，国力就跟着上去。商鞅变法的成效非常直接，秦国变成一个能止税、能治兵、能动员、能赏罚的高效率国家。后来秦惠文王、秦昭襄王一路往外打，最后秦始皇能统一六国，底层制度很多都承接自商鞅的色计，但代价也很明显，社会压力大，法律严，控制强。更讽刺的是，商鞅最后因为政敌反炮被处以极刑，他用制度把秦国推向强盛，但他自己也被制度的残酷吞噬。讲完了商鞅变法，我们再回头来聊聊秦灭六国的始末。西元前247年，13岁的秦始皇继位。注意一件事，他不是从零开始，他不是白手起家，他接手的是全战国最完整的官僚体系，最成熟的治兵、后勤、赏罚制度，最能长期作战的国家机器。所以，秦始皇真正做的不是要不要统一，而是什么时候开始，从得开始。秦始皇的统一战争有3条铁律：一，永远不伤线开战；二，能用钱解决的
绝不用命。三，先削弱对方内部，再出兵。这3条让六国几乎没有翻盘机会。韩国的问题不是君主无能，而是地理位置太惨。它夹在秦、赵、魏之间，是标准的战国缓冲区。秦灭韩不是战争，而是一次行政接管。西元前230年，韩王被俘，秦国设立颍川郡。这一步的真正意义是，秦军正式打开通往中原的走廊。赵国是战国后期唯一在军事素质上接近秦国的国家。问题是，赵国败不是败在战场，而是败在朝廷。李牧之死才是赵国的灭亡日。秦国做了一件非常厌怠的事：心理战、情报战、重金贿赂。赵国权臣散播李牧要造反的谣言，逼赵王亲手解除防线。李牧一死，赵国军事体系直接断层。西元前228年，邯郸被破。秦始皇此时非常清楚一件事：比杀敌人更重要的是让敌人自己崩溃。魏国病危，有被正面击溃。秦姜王必选择了最残酷也最有效的方式：水攻。黄河改道，大人被淹，城还没破，民心先死。这一战象指一件事：战争已经不只是刀剑，而是工程、数学与肘击能力的对决。楚国太大、太富、太深，秦始皇一开始犯了错，低估楚国。年轻将领冒进，被楚军击溃。这时候，秦始皇做了一个真正像帝王的选择，承认错误，请回老将王翦。王翦的战法只有4个字：稳、忍、拖、磨。不追击，不决战，慢慢蚕食。60万秦军就像一台碾压机。西元前223年，楚亡。这一战后，天下再无能与秦抗衡之国。燕国知道自己输了，于是选择了一条历史会记得的路：荆轲刺秦。这不是战术，是情处。刺杀失败后，秦始皇再无任何顾忌，燕国被彻底清算。齐国悬着观望，结果是，当轮到他时，已经没有盟友，没有时间，没有筹码。秦军兵临城下，齐王投降。没有战争，只有借术。六国不是输给一个人，而是输给制度落后、改革不彻底、内耗太严重。对，现实不够冷酷，秦始皇只是那个最不心软的人。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聊到这里。喜欢我们的影片，请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并开启小铃铛。我们下集节目见。